各位朋友，今日我講下我對經濟呢個概念嘅啲睇法。喺幾年前呢，喺廣州，我同一個經濟管理專業畢業嘅大學本科生傾過偈。我問佢咩叫經濟啊？佢諗咗下，佢回答佢話唔記得咗喎。大二嘅時候學過，咁我就同佢講，我話我唔係叫你背書，你就講我聽你點諗嘅，咩叫經濟咁？佢就話經濟咪就係錢咯，錢多經濟就好啦。咁我諗咧，佢如果佢有教授嘅話咧，佢啲教授肯定冇同佢講津巴布韋嘅經濟危機。當時津巴布韋嘅人咧，攞住一隻大菜籃啦，裝滿住一菜籃嘅錢，去市場買半菜籃嘅青菜翻嚟，係咁樣。咁嗰啲生活係苦不堪言，係食物短缺，好多人咧就係即係都係喺飢餓狀態。咁嗰啲經濟危機就係證明錢唔係喺嗰個時候，錢唔係你需要嘅，你需要嘅好簡單，就係食物。錢換唔到足夠嘅食物。咁後嚟仲有即係2年前發生嘅委內瑞拉啦，亦係一樣，都係嗰啲錢咧，即係連紙都不如，啲廢紙。我一張紙可以用嚟寫字，但係佢嗰啲咁嘅鈔票咧，印到花晒，寫字都寫唔到。你就咁掉幾張去街咧，係冇人執，就係執即係當垃圾咁執咯。當然啲人都唔得閒走去執垃圾，掉垃圾桶啊，因為飢餓啊嘛，係咪？所以係錢，佢係一個經濟學上一個元素啊，佢叫貨幣啊。咁但係經濟唔係錢咁簡單。咁以我理解咧，經濟咧其實就係一種交易，係一種產品同服務嘅交易。咁呢種交易咧，應該係建立喺自願同埋互利嘅基礎上。咁良好嘅經濟就係咁。咁如果一啲交易係唔自願嘅、唔互利嘅，咁係有損經濟。咁經濟發展係好事定壞事咧？咁梗係好事啦，因為經濟發展咧，即係良好，要變得更加好嘅經濟咧，其實就係更加能夠滿足人所需要嘅商品啊同埋服務嗰方面嘅嘢。而一種唔好嘅經濟咧，就係你要最嚴重咧就食物短缺，因為人生存咧係好基本嘅需求咧就係食物，咁同埋喺啲寒冷嘅地區咧就係衣物啦，嗰啲呢啲同埋暖氣啊，呢啲都好，即係生活必需品嚟。咁呢啲係一個基本。咁當然另外一個層次咧就係一啲唔係好需要，但係人哋喜歡嘅，亦包括一啲奢侈品。咁所有嘅呢啲咁樣嘅呢啲交易咧，佢就叫經濟。咁點樣先叫做自願呢？自願咧有唔同嘅程度嘅自願嘅。比如喺零下40攝氏度，你開咗部車喺 highway， 突然間 blow down in the midnight， 即係喺
夜裏邊開唔喐，喺 highway，咁太凍啦，汽油咧就要不斷咁用啦，嗰個 engine 係要用汽油噶嘛，咁如果汽油用晒咧，咁就好凍咯，又冇足夠嘅食物，咁係非常危險。如果喺呢個時候有一個人經過，俾一片麵包你，承諾將你帶去安全嘅地方，咁呢樣嘢真係好啊！當你喺得到呢片麵包之前，佢遞一張紙俾你，叫你喺上面簽個名，上面寫住你要將你間屋嘅所有權交俾佢，呢種係一種交易，你一定要簽，而且一定要簽嘅，即係呢種交易係會進行。咁但係呢種係咪自願呢？就梗係唔係啦。點解唔係啊？冇得選擇啊嘛，係咪？就算有得選擇，如果唔充分嘅選擇，都係好麻煩。比如我叫你，你可以選嘅，選半間屋，半間屋都係遠遠大過一片麵包嗰個價值，應該係咪？咁嗱，呢個故事當然涉及到其他，唔係話淨係經濟學上嘅嘢，涉及到道德啊同埋其他方面嘅一啲社會要素啦，係咪？所以你比如你宗教啊各方面，如果你係信仰基督嘅，你救人係唔會，你救人唔係一種純粹嘅付出嚟嘅，你救人本身你就得到一種對自身一種，你本身係追隨住上帝，追隨基督，佢係咁要求你係我哋要愛護其他人嘅，咁你救人嘅時候就係你應該做嘅嘢，你做咗你應該做嘅嘢，本身就好開心，你得到嘅就係一種開心就夠啦。呢個係宗教方面啦。OK，咁講翻經濟方面嘅嘢咧，就係自願嘅交易同唔自願交易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咁唔自願嘅交易咧，嗰啲強買強賣咧，往往會造成經濟問題啦。一種大範圍嘅掠奪咧，就會造成經濟危機啦。一種比如一個國家發生一啲短缺嘅情況下，咁應該係大家一齊用少啲啊，或者係想辦法生產多啲啊。好啦，呢個時候，尤其係喺啲專制國家，嗰個皇帝咧，或者係獨裁者咧，個名叫做佢就自己買晒。咁佢點買啊？印錢啊，印多啲買多啲，於是物價咪飛漲咯。佢買完之後，佢會繼續印，所以咧錢喺佢手上，老百姓嗰啲錢咧就有限嘅，而佢手上嘅錢係無限嘅。呢個錢就係紙幣，所以嗰啲係掠奪性嘅，就會造成重大嘅社會危機。好多人會因為咁會餓死啦，或者係最終係產生好多問題。即係餓死已經係一個終極嘅社會問題啦，係無法接受嘅。你如果接受咗，你就無法生存啦，因為要餓死㗎嘛。咁喺呢個民主國家咧，佢係比較少見，因為佢都係一種保障人嗰個滿意度。點解要發展經濟啊？喺專制國家咧，就係為咗維護個皇權，所以佢寧可俾一般老百姓餓死，佢唔會俾軍人餓死嘅，因為軍人幫佢維護皇權。仲有軍人唔滿意咧，佢會作反。最有效嘅作反就軍人作反，即刻就皇帝冇得做啦。咁民主國家咧，佢就盡量使民眾滿意，因為民眾要投票俾佢嘛，佢需要嗰個民眾嘅投票。所以呢個發展經濟嘅目的咧，喺唔同嘅意識形態嘅社會係唔同嘅。喺呢個，所以
邊啲經濟形態好咧？邊啲經濟容易發展得好咧？我覺得始終都係以人為本係好啲嘅，因為每一個人都為咗自己喜歡嘅嘢去努力工作，因為係交易嘛，你要努力工作，要付出你嘅勞動，付出你可以付出嘅嘢，然後你再得咗你嘅中意嘅商品同服務，係，所以啲經濟就係咁樣發展嘅，而唔係話好容易就會反車。如果忽略人嘅需求，或者係規定人你一定要着紅色衫，唔可以着其他色衫，嗱嗰啲叫計劃經濟喎，佢淨係生產紅色衫，所有人都一種顏色，咁呢啲咁樣係即係經濟上嘅一啲經濟上嘅概念咧，同政治學上嘅概念咧係好近似嘅。點解咧？政治就係講一個權力嘅爭奪，公共事務管理嗰個權力。咁其實呢種公共事務管理提供呢種管理服務咧，亦係可以交易嘅，亦係應該由老百姓去選嘅。咁呢就叫民主咯。如果你霸住個位，一定係我管理嘅，我即係就等於一定要你着一種顏色嘅衫，唔可以變一樣。咁但係老百姓啱調轉，佢就中意換下其他顏色嘅。因為你成日用住一種顏色，靚極都會變到唔靚㗎啦，俾人感覺係咪？咁政權亦係，當老百姓選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嘅提供者嘅時候，亦就係一個黨啦，通常係咪？咁佢亦去我選 A 黨係咪？或者選 B 黨，邊個好選邊個，或者時間一長我厭咗啦，選第二個比較一下，等你有競爭嗱，所以呢個係自由經濟就係自由政治，佢基本上係一脈相通嘅。咁經濟同政治邊個緊要咧？其實兩個都係緊密相連嘅。咁學邊樣先啦？諗咩先咧？其實有啲人咧就係將政治同經濟同埋一齊，所以佢喺學習嘅時候就將嗰個科目叫做政治經濟學，係咁樣。咁我覺得咧，經濟始終都係先行，因為你有咗呢個經濟活動，政治先有佢嘅意義，同埋先至點解要做霸權？點解要做皇帝？或者點解要走競選啊？就係因為要影響個經濟，係咁樣。所以咧，唔係話冇關係，係緊密相連嘅。咁調轉嚟又唔得嘅。如果你認為政治係決定經濟嘅，咁就好危險啦，就等於計劃經濟，就好容易反車啊，經濟危機啊。當然民主國家都有經濟危機，點解咧？因為有時你嘅生產唔夠協調啦，會生產太多人哋唔需要嘅嘢啦，或者社會上嘅需求會人嘅取向啊，會突然間變啦。譬如突然間今年唔興紅色衫喎，紅色衫就賣唔到啦，係咁樣啊。咁由於時間由於我嘅手機嗰個存量有限，佢仲有幾廿秒啫，所以就講到呢度先啊，多謝大家。